Virgin 跟渣男只有一个区别，那就是渣男会研究女人，所以他就能够让越来越多的漂亮女人去主动追随他。但是当代社会是禁止男人研究女人的，因为你一旦研究透了女人，你就能够看懂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，你也能够看懂财富是怎么流动的，你甚至能够很轻易的威胁到金字塔最顶端的那部分人。因为女人是最接近社会整个层次结构的生物，它是一把能够打开社会运行逻辑的钥匙。所以说一个30岁以上的男人呢，你必须要去研究女人啊！你要做到什么？你既能出世又入世，才能够轻松的得到一段又一段的优质关系。那谁最懂女人啊？当然是女人最懂女人了。所以今天呢，焦哥将会从女人的视角带着各位去研究女人、人性，还有社会以及感情。首先啊，在社会经济学里面呢，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就是女人是一座城市经济的晴雨表啊。比如说你想知道这座城市它有没有前景，它的 GDP 怎么样啊，你就要去看一下这个城市的美女啊，看美女多不多，就是这个城市的女人她敢不敢花钱，她愿不愿意花钱。比如说像北上广深，还有现在什么杭州、武汉啊、成都啊这种一线和就是新一线的城市，大街上都是能够随随便便的遇到美女的。而且这些城市的什么美妆啊、美甲呀、什么包包、什么奢侈品，他们的消费啊，就是业绩都是不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女人的主要消费就是非必要消费。只要这个城市有足够多的资源，有足够多的机会，女人就会有精力和 money 去拉动经济。但是你反观3、4线城市，你想找一个像样一点的这个奢侈品专柜，不太可能。而且这些城市的女性，她的精致度肯定是完全比不上1线城市的啊。就是因为资源匮乏，发展平缓，所以女人的资源嗅觉很多时候比男人敏锐多了。美女在哪儿，发展机会它就在哪儿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的男人他们会研究女人，而且不允许自己身边没有女人，因为他们都知道理解女人背后的隐藏规则，就像掌握了一种底层的这个工具啊，能够清晰的察觉到情感、资源、经济流动以及身份杠杆、认知分层等等，就是很多社会的规则之下的一个运行规律。而且焦哥研究了两性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我带过无数个1代、2代兄弟们，也帮他们得到过自己想要的那些关系，并且还能通过关系去反哺自己的事业，让自己的事业更好更顺利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就发现很多男人他感情上出问题了，他事业上很容易出问题，有2/3的概率都是跟女人是相关的就出问题的时候。那为什么很多男人他就会因为一个感情，对吧，就甚至是放不下出不来的，甚至还有一些会被离婚、被要分割这个财产啊等等，多得很嘛，这种情况就悲催的男人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这些男人跟你们是一样的，条件不差，认知也不低，他们甚至有一些是双1代啊，甚至有一些是精英2代啊，就家族比较显赫嘛。但为什么他们在事业上能够杀伐果断的同时，却在面对女人的时候直接崩盘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女人才是这一切博弈背后的系统结构。你不理解女人啊，你就根本看不清楚整个系统它是怎么设计的，你只会在循环的低认知里面去摸爬滚打，甚至还以为自己被爱了，结果呢被吸干了，就搞不清为什么。兄弟们，你们要记住，这个社会不是你有钱就行的，钱是换不来忠诚的，也改变不了懦弱。地产王总、明星亮哥，对不对？演员宝哥，还有近期很火的拳王啊就不说了啊，就是他们都是有钱有名，但是就是因为对女人没有基本判断，他不能够去很好的管理好女人，于是他对两性关系就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体系，那自然而然他就很容易备胎跑偏，甚至是被拿捏、被伤害。而我们来反观一下，比如说成龙大哥啊，为什么他能够在这方面游刃有余呢？因为早在20年前他就把女人研究得透透的。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呀？是女人都是美好的，男人都要爱护女人啊，要给女人付出，要牺牲，要顺从。但成龙大哥呢，他却直接在采访中说出自己不相信女人，也不会把钱交给女人，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了，女人是水，男人是山，山高则水转，山崩则水克。所以这研究女人本质上就是一套复杂的这个人心密码。你越早想通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世界不就是一座任你探索的游乐园吗？
多的是可以去把握的机会和资源。而感情和婚姻其实也从来都不是繁衍的工具，更是你看懂社会吃透规则的捷径。女人也从来都不是你的终点，只是帮你打开认知大门的一把钥匙。真正通透的男人会一直走在上升的路上，越走越高。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人性，通过人性去认识一个全新的两性世界，并且在使用人性去经营一段他想要的关系。所以说兄弟们，保持提升啊！男人永远不要把自己困在原地，遇到问题提问好不好？直接来提问啊！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去碰壁，不然浪费掉的是你20多、30出头那么宝贵的青春，甚至是你要多走那好几年的弯路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嘉哥还是那句话啊，多看焦哥吧，我会从女人的角度帮你学习人性，用人性，并且通过人性去建立独属于你的一个优质关系啊，滋养你灵魂的关系。下课。